战国时期，各国为了谋求发展，纷纷招揽各路贤能之才，而远离中原各国的楚国，必来被视为蛮荒之国。但随着一位伟大人物的到来，这里的一切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。公元前383年的一个傍晚，一驾马车从魏国一路南下，疾驶着奔向楚国。马车里坐着一位面容消瘦的中年人，他就是当时魏国的名将吴起。因受到魏国国君魏武侯的猜忌，他愤而决定投奔楚国。而此时楚国的国力正在呈倒退之态，早已没有了春秋时期楚庄王问鼎中原之势。如今的楚国西有强秦，东有霸齐，北有日益壮大的三晋。在楚国内部，贵戚和大臣们掌握着实权，却只会欺辱压榨百姓，荒废楚国朝政。正在当前的楚悼王是个很有抱负的国君，为了延续楚国霸业，楚悼王一直积极寻求能够为自己排忧解难的人。正当他热切盼望人才的时候，吴起来到了楚国。楚悼王久闻其贤，任命吴起为楚国国相，用隆重的礼节和最高的规格接待了吴起。在楚国，吴起终于如愿以偿，实现了在母亲面前立下担任卿相的誓言。吴起非常感激楚悼王的知遇之恩，决心施展抱负报效楚国。他首先向楚悼王提出楚国的问题所在。楚国之所以国贫兵弱，是因为大臣的权力太重，封君的人太多，贵戚们拥有太多的权和力，楚国的资源都被他们所霸占。在得到楚悼王的认可和全力支持下，吴起打破了现有的利益格局，大刀阔斧地开始改革，变法雷厉风行。他严明法纪，审视政令，裁减掉不重要的闲官，废除了王族中关系已经疏远的爵禄，凡是传承了3代以上的爵禄，一律取消世袭，削减无用的开支，安抚奖励征战的士兵，大力增强军队。吴起的改革抓住了要害，不但解决了分配不公的问题，还提高了楚国将士对外扩张的积极性，使楚国的国力迅速强大起来，让楚悼王开疆破土的野心得以实现。吴起向南平定了百越，向北抵挡驻韩、赵、魏3国的扩张，向西方又讨伐了秦国，使诸侯国开始畏惧楚国的强大，重振了楚国国威，一改被诸侯国蚕食的弱势。但是吴起变法也招来了楚国贵戚和大臣们的怨恨，得罪了楚国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。公元前381年，楚悼王去世。在楚悼王的葬礼上，昔日吴起变法得罪的楚国贵戚和大臣们趁机作乱，围攻吴起。吴起逃至楚悼王的尸体边，俯卧在一旁。攻击吴起的暴徒用箭射杀了吴起，同时也射中了楚悼王的尸体。根据楚国规定，伤害王尸者灭3族。办完丧事，楚肃王即位，他下令将在葬礼上围攻吴起的人全部杀掉。因此时而被灭族的多达70余家。楚国轰轰烈烈的改革也因吴起的死而夭折。纵观吴起的一生，从鲁国到魏国，再到楚国，其激进的性格和过人的才干都被人所嫉恨，不被容于当世。吴起在鲁国与魏国都是被个人所记恨，还可以勉强脱身；而在楚国，吴起仅仅作为一个客卿，在没有任何社会基础的支持下，试图去改动贵戚身份制和血统制，这在当时的封建社会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，也因此得罪了楚国整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，引发了太多人的敌意和不满。而一向行事激进的吴起也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后路。随着唯一的支持者楚悼王的离世，他悲惨的命运结局也就已经注定了，以至于后人评价他性格过于鲜明，善于谋国事，不善于谋自身。我们常说，为人处事要刚柔兼济，内刚外柔。内刚是指你的内心要意志坚定，做事要有原则；外柔则是你对外处理事情时的手段，要柔软善变通，要因势利导，做到目标坚定又步履稳健，且能随机应变。这是一个成事者应有的品质，在纷繁复杂的尘世里才能拥有一席之地。